你好，欢迎走进今天的共读时光。今天继续为大家朗读林清玄的散文，题目是《不怕人生的转弯》。有一次我到成都去演讲，要上台的时候遇到一个女生，长得很漂亮，跑过来拉我的袖子，塞给我一封粉红色的信。我的心砰砰直跳，想这应该是一封情书吧。回到饭店一看，他说，我从小读你的文章，非常敬仰你，没想到今天看到你，很像周星驰电影里的火云邪神，真是相见不如怀念啊。我在饭店里给他回了一封信，我说相见也美，怀念也美，你长什么样子一点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头皮里面的东西。如果你有东西，你就可以活得很开心，你就可以活得很自在，活得很有智慧。我们家有18个兄弟姐妹，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，怎么我爸爸妈妈那么会生？不是我爸爸妈妈那么会生，是我的父亲有2个哥哥，在日据时代同时被调去作战，他们那时候已经生了13个小孩。去作战以后，3个兄弟只有我父亲回来，后来他又生了5个小孩，所以变成18个小孩。我小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，从来没有一天吃饱过。每次要吃饭的时候，我父亲就会拿出18个碗，形状都不一样，因为乡下人没有整套的碗。每一个碗里面添了一点点食物，添完了以后，他就会用很庄严的声音说，来，大家来吃饭。端起饭来吃，那种心情都觉得很庄严。但是我们端起饭来不会马上吃，而是吐一口痰进去拌一拌，这样才可以安心吃。不然你头一转回来，饭就少一口了。因为哥哥姐姐他们也从来都吃不饱，都是盯着别人的饭碗在看。我是生长在这样的环境。我有3个小孩，他们看到蟑螂都会同时跳起来逃走，我就会跟他们讲，我们小时候抓到蟑螂，穿成一串，烤一烤就吃下去，因为没有蛋白质，只好吃蟑螂。但是现在各位不要学，现在的蟑螂很脏，都是爬垃圾桶。你要知道，乡下很穷的人没有垃圾桶，所有的垃圾都用到化掉为止，所以蟑螂都是吃地瓜、甘蔗、芋头、玉米这些很好的东西长大的。烤一烤，剥开来闻一闻，还有牛奶的味道。你的环境并不能决定你的未来，你的过程也不能决定你的未来，而你的心的向往决定了你的未来。我小时候那么穷，可是我8岁的时候就立志将来要当一个成功的、杰出的、伟大的作家，自己每天鼓舞自己。有一天我的父亲说，12啊，你长大以后要干什么？我说我长大以后要当作家，写文章给人家看。他说，作家是干什么的？我说，作家就是坐下来写一些字寄出去，人家就会寄钱来。我爸爸很生气，当场给我一巴掌。傻孩子，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好的事情？如果有那么好的事情，我自己就先去干了，不会轮到你。在我居住的地方，300年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作家。一个小孩子突然想要当作家，这是很奇特的事情，没有人相信，也没有人认为可以成功。唯一了解我的就是我的母亲。
我的母亲一直相信我长大会变成一个作家，所以她很关心我的写作事业。我在小的时候经常蹲在我们拜祖先的桌子前面写作，因为我们家只有一张桌子。我的妈妈不时会进来倒水给我，然后问我，我看你整天都在写，你是在写心酸的故事，还是在写有趣味的故事？我说，心酸的写一点，有趣味的也写一点。我的妈妈就说，心酸的少写一点，有趣味的多写一点。人家要来读你的文章，是希望在你的文章里面得到启发，得到安慰，得到智慧，而不是读了你的文章以后立刻跑到窗口跳下去，那这个文章就没有意义。我就问他，那如果碰到心酸的事情怎么办？我妈妈说，碰到心酸的事情，棉被盖起来哭一哭就好了。这个影响了我以后的写作，我写的都是非常优美的文章，所以读我的文章没有负担，而且不会让你变坏。另外一个梦想就是希望长大以后去环游世界，大人也觉得不可能，因为连到隔壁村庄的车票钱都没有。有一天我考试得了第1名，老师送给我一本世界地图。那一天很不幸的是冬天，轮到我给家里的人烧热水洗澡。我们家是用很大的锅炉烧热水洗澡，我就蹲在那锅炉前面，一边烧水一边看世界地图。一打开是埃及的地图，长大以后一定要去埃及。埃及有尼罗河，有亚斯文水坝，有金字塔，有人面狮身，多么浪漫的地方！最重要的是还有美丽的埃及艳后，长大以后一定要去埃及。正在沉醉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一个人打开浴室的门冲了出来，是我的爸爸，他身上只披了一条毛巾。你在干什么？我说，我在看地图。看什么地图？我说，看埃及的地图。他走过来给我一巴掌，火都熄了，看什么地图？还踢我一脚，把我踢到火炉旁边，说，继续生火。然后就转头走回浴室，走到浴室的时候还转过身来跟我说，我用我的生命向你保证，你这辈子绝对不可能去到那么远的地方。我一边烧火一边流眼泪，我的生命不要被保证，我对自己说，我的生命不可以被保证，即使是我的父亲也不行，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去埃及。各位猜猜看，我在20几岁的时候离开台湾，第一个去的地方是哪里？埃及。当我要去埃及的时候，我的朋友都问我，你干嘛去埃及呀？我说，因为我的生命不要被保证，所以我要去埃及。我就自己跑到埃及去旅行了3个月。有一天跑到金字塔前面，写明信片给我的爸爸。亲爱的爸爸，记得小时候你打我一巴掌，踢我一脚，保证我这辈子绝对不可能来到这么远的地方。现在我就坐在埃及的金字塔下面给你写明信片。我看着夕阳，看着夕阳前面的骆驼，眼泪就啪嗒啪嗒地掉下来。写了这个明信片寄回台湾，听我妈妈的转述，爸爸一边看明信片一边说，这是哪一巴掌打的？打到埃及去了。我是环佩叮当，感谢您一同度过今天的共读时光，咱们下期继续。